咱们先问一个你80%从来没认真想过的问题：你脚底下这颗星球到底有多厚？里面装着什么？你可能觉得这问题好像挺简单，学过地理都知道个大概，可你真要往细里想，会发现自己知道的少得可怜。先说说人类往外走这件事，你就有底气了。1969年，阿姆斯特朗一脚踩上月球土壤，那是38万公里外的另一个世界。宇航员坐着火箭飞了3天，落下去，踩上去，拍了照，又飞回来了。后来探测器又开到了火星，那是4亿公里开外，一条指令传过去，光跑一趟都要10几分钟。再往后，旅行者1号1977年升空，飞了快50年，此刻正在离地球250亿公里之外的黑暗里飘着，早就飞出太阳系了，还在往外飞，没有任何东西能拦下它。你说人类往外闯，是不是没有边界，想飞多远飞多远？那往下呢？往咱们自己脚底下钻，你猜人类一共钻进去了多深？这个答案会让你愣住，才12公里，就12公里。这个数字不是随便估的，是一口真实存在的井，用命换出来的。这口井在俄罗斯西北角科拉半岛北极圈以北的荒原上，四周只有苔藓、碎石和刮个不停的风。离最近的小镇开车要老半天，是彻头彻尾的荒凉地带。苏联人1970年在这儿立起钻塔，动手往下钻，目的很干净，不为石油，不为天然气，纯粹就是想搞清楚脚底下这层壳子到底是个什么构造。当然，放在冷战那个年代，这件事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要赢过对手。你可能猜不到，这一钻会钻上多少年？答案是24年，整整24年。从1970年一路钻到1994年，中间苏联解体了，冷战结束了，整个世界的格局都翻了一遍。那口井还在原地一直往下啃。1994年正式停工，第2年工人扛来一块铁板压在井口上，拿焊枪从头焊到尾，转身就走了。没有仪式，没有发布会，甚至没有一条新闻，就这么焊死走人。你想想，用了24年，砸进去几十亿卢布的心血，最后就靠一道焊缝画上句号。这块铁板到今天已经压了30年，从来没有人再打开过。这口井最终停在了12262米。你可能对这个数字没什么概念，那就拿珠穆朗玛峰做参照。珠峰海拔8848米，这口井足足比珠峰还深出将近3500米。它是人类有史以来打出的最深垂直钻孔，至今仍是世界纪录。你以为这个纪录早该被后来者刷新了吧？并没有，都2026年了，它依然稳稳地摆在那儿，没人超过它。顺带说一句，2008年卡塔尔倒是打出过一口更深的油井，深度上确实超过了科拉，但那是斜着钻的，真正的垂直深度反而比科拉浅得多。所以要论垂直记录，科拉那口井依然是霸主。你说奇怪不奇怪？人往外飞出太阳系毫无压力，往下钻12公里就彻底寸步难行，然后就是焊死走人。更让人愣神的是，你把这12公里跟地球的整体尺寸摆在一起比比看，地球半径是6371公里，12公里占多大比例？0.19%，连0.2%都够不上。你拿一个苹果，找根绣花针在苹果皮上轻轻扎一下，刚刚破皮那么一点点深度，按比例换算，差不多就是克拉深井对地球的分量。苹果皮都还没扎透，人就已经进不去了，就得焊死收工。那地底下究竟藏着什么，能把人类这么难住？你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一口没打完的井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可你仔细琢磨，会发现这里面有种特别拧巴的感觉。人类面对宇宙的时候，那种自信几乎是没边的。我们能算出行星轨迹，能把探测器精准送到冥王星旁边，能看清134亿光年外的星系，
可对于自己脚下站着的这颗星球，才12公里就走到了尽头，疯了，收工。这个反差不是我夸张出来的，它说明地球内部是人类目前面对的最后一批真正的未解之谜之一，而且这个谜就在你脚底下，字面意义上的脚底下。今天咱就从你脚底1米的地方开始，一层一层往下走，每往下一层都藏着你想不到的东西，越往深走越离谱，也越会让你意识到，我们对自己脚下这颗星球的了解，其实比想象中少太多了。先从最近的地方讲起，就是你脚底下那1米。你这辈子最深往地下钻过一次是什么时候？可能是花坛里挖坑埋点什么东西，可能是小时候在沙堆里刨个洞，也可能是帮家里种菜铲了几铲土。反正绝大多数人跟地下的直接接触也就到手腕那么深，30-40厘米差不多就是极限了，再往下就没耐心了。你要是以为这浅浅一层土壤没什么了不起，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这30-40厘米里头热闹得很，随手从健康的土壤里舀一小勺，你猜里面住着多少生命？大约10亿个细菌，20万个真菌，还有约1万个原生动物。你手心里那一小勺装的是10亿条命，而现在地球上一共才80亿人，也就是说，你手里那一勺土里的细菌数量，差不多相当于地球总人口的1/8，全挤在那么一小撮土里。更绝的是，这10亿个细菌，科学家能叫得出名字的，不到1%，剩下的99%是什么？到今天都没弄明白。你说这浅浅一层土有多复杂？再往下说，地表以下1米以内是植物根系的主战场。你可能觉得一棵大树的力量都长在枝叶上，那也是想错了。你见过哪棵参天大树是被连根拔起的吗？一棵普通大树把所有细根加起来算总长，能超过500公里，比一趟从北京到上海的高铁线路还长。你平时看到的那棵树，地下藏着500公里的根系，你以前恐怕从没往这方向想过，而且90%以上的有效根系就挤在地表以下1米以内，这才是大树真正的命脉，全靠这1米死死攥住土壤。这层还有个你可能完全没想过的功能，就是储碳。地表以下10米的土层，储存的碳总量大约是整个大气层碳含量的2倍还多，比地球上所有森林加起来储的碳都多。你说大气里那些让人头疼的温室气体，很大一部分的归宿其实就是被这层土死死压住。它是地球气候的一块压舱石，一声不吭地压着，你从来都不知道。可你有没有想过，要是这层土被破坏了会怎样？大规模的粗放耕作会让土壤结构垮掉，微生物群落崩溃，压住的碳重新跑出来。联合国粮农组织给过一个数据，全球每年大约有240亿吨肥沃表土流失，这个速度比大自然生成新土的速度快得多。因为1厘米厚的健康土壤自然长成要花上百年甚至更久。而真正让人心里一紧的数字是，全球地表土层的平均厚度是多少？只有18厘米，就18厘米。人类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地球上所有的粮食，所有的森林，全都立在这18厘米上，薄得像一层皮，贴在这颗星球表面。你每天踩着它走路，靠它吃饭，却从来没觉得它有多重要。要是这层皮真的坏了，那就什么都没了。18厘米讲完了，你可能以为再往下就是一片死气沉沉的岩石，谁也不去管。错了，一超过10米，人类自己就钻进来了。我们主动往下挖，铺管道，修地铁，凿隧道，把地下改造成了另一座城市。你坐过地铁吧？有没有想过站台到底多深？北京大部分地铁站在地下10到30米，感觉不出深，走几级台阶手机信号照样满格。上海也差不多，可你要是去莫斯科坐地铁，感受完全不是一回事。莫斯科有一站叫公园胜利站，深度84米，你从地面坐扶梯往下滑，一路要滑将近3分钟才到站台，
往下看是黑洞洞的一片，看不到底，往上看也看不到头，人夹在2个黑洞中间往下沉，那种感觉相当奇妙。这套地铁系统当年是按冷战思维设计的，原则就是一个字：深。因为一旦爆发核战，这些站台能当作防空洞，越深越安全。地下10到50米是地铁和城市管线的主场，50到200米就开始碰到地下水了。你知道全球有多少人喝的是这一层的水吗？大约20亿人，喝的就是从这层岩石裂隙里抽出来的地下水，不是河水。这一层还密集分布着古墓、埃及法老的地下陵寝，大概在地表以下20-30米。中国汉代诸侯王的墓室最深能到50米开外，里面是完整的地下宫殿，墓道、前室、主室、藏宝室一应俱全，甚至还有排水系统。你想想，2000年前的人纯靠人力挖下去50米，土一车，车拉走，再把棺椁和陪葬品一件件送下去，回填封土，这工程量得组织多少人，干上多少年。这一层还有个你没往这想过的特点，温度极其稳定，大约从15到20米往下，岩石温度不再随季节波动，常年维持在10到15摄氏度左右。不管外头夏天多热，冬天多冷，到了这个深度就是这个数，一年4季不变。这也是古人喜欢把酒窖挖在地下的原因，不用制冷，也不用加热，天然恒温，酒能存得很好。还有个你可能压根没听过的地方，芬兰赫尔辛基的地下城。赫尔辛基冬天极冷，干脆把大量公共设施挖到了地底下，游泳馆、购物中心、运动场、停车场，甚至教堂，一整套城市生活配套全藏进了200米以内的花岗岩里。这个系统现在还在扩建，战时能容纳全城几十万居民进去避难，完全不受地面天气影响。你想想，一直以来我们觉得地下就是埋死人和埋管道的地方，芬兰人直接把整座城市的日常生活搬了进去，这个思路完全是另一种打开方式。中国也有不少这样的地下空间，北京、上海、广州都建有大规模地下人防工程。很多城市的地下早已是一张立体网络，地铁、人防通道，商业空间层层叠加。北京地下还有一套地道战遗址的隧道系统，上世纪60年代挖得最密集的时候，整片城区地下彼此贯通，村民能从这个村的地下一路钻到几公里外的另一个村。你说地下算什么地方？它是城市的另一副面孔，是历史藏起来的一副骨架，只是平时你看不见。你以为地下200米往下就只剩石头了，还没有研究人员在地下100到200米的岩石裂缝里照样发现了活动着的微生物。有些细菌在没有光、氧气极少的环境里一直待着，这一层不是死地，是有东西活着，而且比你想象的活得深得多。真正让人吃惊的发现在更深处。科学家在地下3公里、4公里甚至5公里的地方同样找到了活着的生命。1986年，南非一座金矿，矿工在地下3.2公里处打穿了一条岩石裂缝，里面渗出液态水。你想想，3公里深的岩石里哪来的水？这本身就够诡异了。科学家赶来取样分析，结果更让人愣住，水里有活的细菌。你想想那是什么环境？地下3公里，没有阳光，没有氧气，几乎没有任何来自地表的有机物。这些细菌靠什么为生？靠分解岩石里的硫酸盐来抠出能量，说白了就是靠啃石头活着。科学家估算，这些细菌在漆黑一片里独自待了至少几百万年，跟地表世界彻底隔绝，一代一代就在岩石缝里活着。这种细菌后来被命名，拉丁学名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勇敢的旅行者。你说这名字取得贴不贴切？在几公里深的黑暗里啃着石头活了几百万年，叫勇敢的旅行者一点不夸张。这不是个例，后来全球各地陆续发现了类似的深地生命。美国南达科他州地下 1.5 公里，
加拿大安大略省地下 2.4 公里，纳米比亚地下 3.6 公里，每一处都有微生物在活动。这么多不同地点、不同深度的发现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地下生命不是偶然，是普遍规律。2018年，国际深部探观测计划发表了一份综合报告，汇总全球几百处钻孔数据，估算地球地下生物圈的总生物量大约是150到230亿吨碳。你拿这个数字比一比，地球表面所有生命加起来大约是550亿吨碳，其中植物占了450亿吨，所有动物加起来只有大约2亿吨，而地下微生物的总量比地表所有动物加起来多出上百倍。换句话说，你要问地球上活着的东西都待在哪儿，差不多有一半都藏在地底下静悄悄的黑暗里，靠啃石头过日子。你以前从来没意识到过这件事。这个发现还牵出了另一层深远的意义，就是对寻找外星生命的启发。过去科学家一直认为生命离不开阳光，离不开液态水，离不开接近地表的温和条件，这就把太阳系里可能有生命的地方框得特别窄。可深地生命的发现把这个框子直接砸开了。你不需要阳光，不需要氧气，只要有化学能，生命照样能存在。天文学家因此重新盯上了木卫2欧罗巴，那颗表面是冰壳的木星卫星，冰壳下面可能藏着液态海洋，那里会不会也有靠化学能活着的东西？土卫2有从地底喷出的水蒸气、雨流，会不会也是同样的故事？一份南非矿山里的细菌样本重新定义了什么叫适合生命生存的地方。这些细菌到底怎么活下去的？靠的是化学能，不靠太阳，分解岩石里的铁、硫、氢等元素，从化学反应里抠出一点点能量维持生命，而且它们活得极慢。有的细菌繁殖一代要花上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代谢速率慢到几乎停滞，但确实活着，就这么一直活下去。你想想这个数字，上千年才繁殖一代，你从出生到现在，这些细菌可能连半代都还没繁殖完。你爷爷的爷爷那个年代，他们说不定才刚刚完成上一次分裂，人类整个文明史也就5、6千年，正好对得上深地细菌那么几代的时间尺度。他们计量时间的单位和你我用的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科学家还发现，这些深地微生物的遗传多样性极低，有些样本里只挖到1、2种细菌，别的什么都没有，是彻底的独居生态。你想想，一种细菌在3公里深的岩石缝里独自撑了几百万年，没有天敌，没有竞争，也没有任何新鲜事，就这么一直存在下去。那些细菌从没见过光，不知道太阳是什么，不知道大海是什么，也不知道风是什么，它们只认得黑暗、岩石，还有几百万年不变的沉寂。你说这算不算顽强？但不管多顽强，这些微生物终究只是静静的在岩石缝里熬日子。再往下一点，到了矿工能下去的深度，那就是另一种残酷了。超过200米之后，普通人就下不去了，能下去的都是矿工，而矿工能到达的深度，会让你觉得他们不是在挖矿，是在跟物理定律硬碰硬。地下有一条铁律，每往下100米，岩石温度大约升高3摄氏度。你现在站在地表，假设气温20度，往下100米变成23度，往下500米变成35度，往下1000米变成50度，往下2000米变成80度，往下4000米，自然温度已经超过60度了，比你发高烧还要高出将近1倍。而这还只是岩石本身的温度，矿道里机械运转还会带来额外的热量，实际工作环境比岩石温度更烫。全球最深的金矿在南非，叫姆波尼格金矿，最深处约4公里，矿井里岩石的自然温度是60到66度。你别说下去干活了，站上15分钟就得中暑，所以矿山必须装巨大的制冷系统，把矿道温度硬生生压到28度左右，工人才敢下去。靠什么降温？靠冰。
每天要往矿道里灌进大约6000吨冰块，把冰打碎，加水搅成冰浆，用管道泵进矿井，才能维持那么一点凉意。你算算6000吨冰，每天就为了给矿工弄出一个不至于当场倒下的工作环境。而这套制冷系统的运营成本，就是这座矿山每年支出里的大头。工人下去一次要坐多久电梯？从地面到4公里深的工作面，单程超过1小时。你平时上班怎么通勤？地铁20分钟，骑车半小时。这些矿工每天光是坐电梯就要花1小时，到了之后在高温矿道里干上几个小时，下班再花1小时坐回来，年复一年就是这么熬过去的。他们还要面对一个叫岩爆的危险。地下4公里的岩石承受着巨大压力，每往下1000米增加约270个大气压，到4公里就是接近1100个大气压。压力积累到临界点，周围岩石会突然爆裂，碎块以接近子弹的速度飞射出来，打到人是直接穿透的。矿工管这叫岩爆，来的毫无预兆，是地下作业里最防不住的杀手之一，因为你根本没法预测它什么时候会在哪里发生。南非深矿的事故记录里，岩爆一直是最主要的致命原因之一。还有个你想不到的细节，工人在地下4公里深处不能戴普通手表，因为那里的压力会让精密仪器走时不准。想象一下，走进一个连手表都用不了的地方去上班，4公里深处还有个大问题，通风。那里呼吸的空气不是自然流进来的，是机械泵强行打下去的。整个矿道的空气循环全靠几台大型通风机维持，一旦通风系统出故障，工人在那种高温密闭空间里撑不了多久。所以深矿的应急预案里，通风故障的等级比岩爆还要靠前。你说这就是4公里深处工作的日常，温度、压力、岩爆、通风，随便一样都能要命。除了南非，印度克拉尔金矿最深处也超过3公里，加拿大克莱顿镍矿超过 2.4 公里。每一座深矿都配着自己的制冷系统、岩爆监测设备和一整套复杂的安全规程。随着浅层矿藏越挖越少，人类被迫往更深的地方走。技术在进步，但物理定律不会让步，温度还是那个温度，压力还是那个压力，只是我们应付他们的手段越来越成熟了一点。你以为这种苦活没人愿意干吧？恰恰相反，反而有人抢着去。愿意下去的人，工资是南非制造业普通工人的好几倍，因为没别的人愿意冒这个险，敢去的人就有溢价的资本。每天几百个矿工挤着那部电梯，花1小时下到4公里深处，在烤箱一样的矿道里挖出一点点金子，再花1小时做回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你手上或脖子上戴的那颗金子，说不定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从那个每天要灌6000吨冰才能让人待下去的地方，一点一点抠出来的。矿工能够到的4公里，对于探索地球内部来说，其实才刚刚起步。苏联人可不是来挖矿的，他们是来探索的，所以一路继续往下钻，一直钻到12公里才停下来。苏联人为什么要钻这口井？得从冷战说起。1958年，美国地球物理学家提出了一个叫莫霍计划的项目，目标是从海底往下钻，一直钻穿地壳与地幔的交界处，让科学家第一次亲手拿到地幔岩石样本。苏联一看，这还了得，你要往地球里钻，我也要钻，而且要比你钻得更深。于是1970年，苏联启动了克拉超深钻孔项目，选址克拉半岛，那里岩石古老而稳定，地质层次清晰，是绝佳的研究场地。开钻头几年进展算顺利，每年能推进几百米。1979年，这口井的深度突破了9583米，打破了当时由美国保持的最深钻孔记录。苏联方面异常振奋，钻探队还受到了表彰，继续往下推进。你猜这个记录有没有给美国压力？肯定有。可美国的莫霍计划自己也早已烂尾，1966年就被国会叫停了，原因是海底钻探成本太高，进展太慢，
看不到尽头。越往下走，科拉这边遇到的麻烦越多，而且都是当初没预料到的。先说温度，开钻前科学家做过测算，预测12公里深处的温度大约在100度左右，是能应付的范围，设备扛得住。可实测结果是180度，比预期整整高了将近1倍。你想想180度是什么概念？普通高压锅内部温度大约120度，井底温度比高压锅还高出60度。钻头的橡胶密封圈在这种温度下直接融化，润滑油挥发殆尽，精密仪器接连烧毁。一只钻头在这个深度的寿命短得让人崩溃，每隔一阵就得把几公里长的钻杆整根提上来，换钻头，再放下去，消耗巨大。高温还带来了第二个意外，岩石的状态变了。你可能以为深层岩石都是硬邦邦的，跟石头一样，可是在180度高温加上巨大压力下，岩石开始表现出一种叫塑性的特征，有点像特别稠的面团，不是液体，但会慢慢流动。钻出来的孔洞放上一段时间，就会一点点往里收缩，把钻杆夹住，甚至直接愈合。你辛辛苦苦钻出来的进度，岩石悄悄还给你一部分，等于白干。还有个更出乎意料的发现，在大约9公里深处，钻孔里渗出了液态水。你想想，9公里深的岩石里怎么会有水？按理说那个深度的温度和压力早就该把水变成别的状态了。后来分析才搞清楚，这水不是从地表渗下来的，而是岩石矿物里的氢和氧，在高温高压下被硬生生挤出来，重新结合成了水，是岩石自己把水挤了出来。这是完全没预料到的发现。说到这儿，顺便辟个谣，网上一直流传一个说法，说科拉深井钻到了地狱，还录到了地底传出来的惨叫声。你可能也听过这个说法，这是假的，是1989年芬兰一家讽刺杂志编出来的虚构故事，后来被人当真新闻传播出去，一传就是几十年，到现在还有人信。真实的情况是，科拉深井里最诡异的发现是那些渗到深处的水和推翻了教科书理论的岩石。没有惨叫，没有地狱，但真实的发现已经够离谱了，根本不需要鬼故事来凑热闹。这口井还做成了一件事，就是推翻了一个流传几十年的地质理论。教科书一直说大陆地壳分上下2层，上层是花岗岩，到了一定深度就变成玄武岩。可科拉的钻探结果告诉大家，在理论上应该出现玄武岩的深度依然是花岗岩。这个理论就这么被现实狠狠打了脸。你说这就是探索的意义，不亲自钻一下，你永远不知道地球内部跟你想的能差多远。1992年钻到12262米，再也打不下去了，温度太高，设备扛不住，换个新钻头下去，没多久又坏，再换再坏，效率越来越低。1994年正式宣布停工，1995年铁板压上井口，焊枪焊死，工人转身走人。24年那口井静静待在那儿，钻头进进出出，越钻越深，发现越来越多让人意外的东西。然后有一天，一纸命令，封死，走人，从此没有人再去追问他还能告诉我们什么。苏联人到底输给了什么？不是预算，不是意志，是物理。地下12公里就已经把人类的全部工程能力打得溃不成军，而这才是地球半径的 0.2% 不到。这时候你可能要问了，人类往太空飞动不动就是几百万公里，为什么往地下钻区12公里反而更难？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答案会让你重新认识太空探索和地下探索的区别。先说说太空为什么相对好搞定。太空是真空，没有阻力，也没有摩擦，卫星打上去就一直在那儿转，不需要持续烧能量。温度虽然极端，但工程师早有成熟方案，向着太阳那面多铺一层隔热材料，背着太阳那面装上加热片，都能解决。最关键的一点是，无线电信号在真空里以光速传播，
你可以坐在北京遥控，火星探测车延迟不过几分钟，国际空间站在400公里高度运行，旅行者1号飞出去了250亿公里，照样能往回发信号。人类在这条路上是有成熟经验的。现在你把这些优势全部倒过来，就是地下探索要面对的困境。第一，温度，每往下100米升高约3度，到12公里的时候，温度已经超过180度。你知道精密仪器能扛多少度吗？普通消费级芯片顶多85度，高档工业级的顶多125度。超过这个数就烧了。180度什么概念？芯片烧穿，密封圈融化，润滑油失效，绝缘层脱落，所有精密设备在这种温度下都撑不住。第二，压力，每往下1000米，岩石压力增加约270个大气压，到12公里就是3240个大气压。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一瓶可乐里的气压大约2到3个大气压，3240个大气压是1000倍。普通钢材在这种压力下会变形，精密部件的配合间隙被压缩失效，所有材料的疲劳寿命急剧缩短。第三，信号传不下去，无线电波穿不透岩层，你没法遥控地下设备，也没法实时传数据，只能靠有线电缆。可几公里长的电缆本身也要扛住高温高压，这是另一个巨大的工程难题。太空里信号是真空中的光速传播，地下信号却被岩石死死堵住了。第四，钻杆自重，12公里的钻杆自重超过200吨，而且钻杆不是静止的，一直在旋转，旋转产生的扭转应力随深度累积，越深越容易扭断。科拉深井的钻探史上，钻杆断过好几次，有几次断掉的部分根本取不出来，只能绕开，重新斜着开一个新角度，非常耗时耗力。第五，岩石会自己愈合，高温高压下的岩石有塑性，钻开的孔洞会慢慢收缩。你去处理别的事情，回头一看，孔径已经变小了，严重时直接堵死你之前的努力。岩石悄悄还给你一部分，等于白干。你把这5条摆在一起感受一下，往太空打卫星，好比往空房间里扔球，路径能精确算出来，扔出去就是扔出去了，球不会在半路被夹住。往地下钻，好比拿一根筷子往一锅沸腾又粘稠还在流动的热油里插，油在翻涌，温度在灼烧，筷子插进去会被糊住，一停手就可能合拢，拔出来还可能带不出来。你说这2件事哪个难？往外飞是在跟空旷较劲，往下钻是在跟地球本身较劲。地球手里握着高温高压还有会自己愈合的岩石，人类到今天也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那12公里以下到底是什么？人类从来没有真正到过那里，可我们也不是彻底两眼一摸黑，因为地震帮了大忙。每次地震发生，震波会从震源向4面8方传开，穿越地球内部。当这些震波穿过不同密度、不同成分的岩层时，会发生折射，速度也会跟着变化。科学家在全球布了几千台地震仪接收这些信号，再根据信号的变化反推地球内部的结构。你觉得这个方法像什么？就把它当成医院里的 B 超检查。你看不见人体内部，但声波打进去再弹出来，仪器就能描绘出里面的样子。地球用的是自己产生的地震波，科学家拿这些波来给地球做检查，只不过这次的检查对象大了点，是整颗星球。通过这个方法，科学家摸到了地球内部一条极其重要的分界线。1909年，克罗地亚地震学家莫霍洛维奇在分析一次地震数据时，发现震波在大约30公里深处速度突然加快，说明存在一个密度骤变的界面，两侧岩石成分完全不同。这条界面后来就用它的名字命名，叫莫霍面，它是地壳和地幔的分界线。这条线到底在哪里？在大陆下面，大约在地表以下35到40公里，
在海洋下面浅得多，只有7公里左右。你对比一下，人类打出的最深钻孔是12公里出头，而大陆下的没货面在35到40公里，我们连没货面都没够到。换句话说，人类花了24年，把一口井钻到世界纪录的深度，连地壳的1/3都没穿透。这也是当年美国没货计划选择从海底钻的原因，因为海洋下的没货面只有7公里深，比在陆地上打浅得多。1961到1966年，美国在墨西哥湾附近试着钻探，你猜最后钻到了多深？海底以下约183米，连1公里都不到，远没摸到7公里的目标。烧掉几百万美元后，1966年国会直接叫停，进展太慢，钱烧得太快，看不到头。没货面以下就是地幔，你可能以为地幔是一大团岩浆，液态的，翻滚沸腾，像火山喷出来的那种，这是个误解。地幔绝大部分其实是固态的，主要成分是一种叫橄榄石的矿物，密度比地壳岩石更高，质地更硬。但你要是把时间尺度拉得足够长，几百万年、几千万年，这些固态岩石其实一直在极缓慢的流动，跟冰川有点像，一年不过挪几厘米，但终究是在流动。正是这种缓慢的对流驱动着地球板块不停运动，把大陆推来推去。地震和火山都是这个过程留下的副产品，包括你脚下这颗星球的地形，都是地幔对流几亿年折腾出来的结果。那地幔里的东西会跑到地表来吗？会。你手上摸过的天然钻石就是从地幔里来的。每一颗天然钻石的形成深度大约在地下150到200公里，正处在上地幔，内部温度约900到1300度，压力约4.5万到6万个大气压。碳元素在这种极端条件下被压缩成了钻石结构。钻石怎么跑到地表的？靠一种叫金伯利岩的火山岩浆高速喷发带上来，速度快到钻石还来不及在低压下分解，就已经被送到了地表，最终被人挖出来打磨买卖戴在手上。你手上那颗天然钻石说到底是一块从深处高速逃出来的地幔碎片，它见过的地方人类永远也去不了，它是目前人类唯一能拿在手里真正来自那个深度的食物，带着那里的温度和压力印记，一路跑到了我们手边。还有一类岩石也值得留意，就是金伯利岩本身。科学家有时会在它的样本里找到地幔橄榄岩的碎块，那是真正来自地幔的岩石样本，不是推算出来的，是实物。通过分析这些样本，能直接测量地幔岩石的成分和温度历史，是人类少数几种能真正触摸到没货面以下物质的方式。你说克拉深井花了24年，用坏了无数只钻头，才钻到12公里，就再也钻不动了。而地球自己动用火山岩浆，把地幔碎片直接送上地表，效率高得多，只是没法控制时间和地点。继续往下，过了地幔再往深处走，就是地核。这一层人类从来没去过，全靠地震波数据和实验室里的极端高压模拟推算出来。可这个推算出来的样子会让你觉得挺不对劲。地幔从没货面一路延伸到地下约2900公里处，在这个深度，地震波的速度又一次发生突变，说明这里又存在一个界面，密度大幅改变。这就是古登堡界面。地幔到这里结束，地核从这里开始。地核分2层，外核和内核。先说外核，从地下2900公里到5100公里，后约2200公里，它是液态的，主要成分是铁和镍。你想象一层2200公里厚的液态铁，包裹着地球中心，一直在缓慢翻腾流动，那是个什么规模？日常尺度根本没法比拟。这层液态铁的流动非常关键，因为它产生了电流，电流产生了磁场，这就是地球磁场的来源。你可能觉得地球磁场是个挺抽象的东西，可它对地球生命有多重要？
看看火星就明白了。火星很久以前也有磁场，因为它比地球小，冷却得更快，内部液态铁的活动早早停止了，磁场也随之消失。磁场一没，太阳风就开始一点点剥蚀火星大气层。几十亿年下来，火星大气变得极其稀薄，地表水分蒸发殆尽，变成了今天这片干燥荒漠。要是地球失去磁场，走的就是火星这条路。地球磁场是太阳风和地表之间的一道隐形屏障，没有它，站在地表受到的辐射量会高到足以破坏细胞，让大多数生命根本活不下去。地球磁场具体怎么工作？太阳风是高能带电粒子流，遇到磁场会被偏转，地球磁场把这些粒子往南北两极方向引导，让它们顺着磁力线冲进大气层，这就是极光的来源。那些绿色、蓝色的光就是被磁场牵引进来的太阳风粒子撞击大气层产生的。极光是美景，背后其实是地球磁场在拼命干活，把本来会伤害你的东西变成了一场灯光秀。再往里是内核，从地下5100公里一直到地球中心，是一个半径约1220公里的铁镍固体球，直径约2440公里，接近月球直径的70%。内核有2个数字会让你瞪眼，第一是温度，内核温度大约5000到6000度，跟太阳表面的温度差不多。你想想，地球核心的温度跟太阳表面一样热，就在你脚底下6000公里的地方。第二，它是固体，你想想6000度的铁摆在地面上，铁的熔点才1538度，6000度下铁早该化成气态了，可内核偏偏是固体，这怎么可能？因为压力太大了，内核承受的压力约360万个大气压，就是这个压力硬生生把铁压成了固体，不让它融化。温度虽然极高，但压力更强，压力赢了，铁只能乖乖保持固态。这个现象叫压制固化，温度越高，压强越大，铁反而越难融化。2023年，科学家分析地震波数据，发现内核里可能还藏着一个更内层，最中心的一批铁晶体排列方向跟外面那层不一样，就像一个球，里面还套着一个球。这个所谓的内核目前还在研究中，不算定论，但说明我们对地球最深处的认识其实还在不断被刷新。还有件事你可能没想过，地球磁场不是永远朝着一个方向不变的，它会翻转。科学家从岩石里的磁性矿物记录中发现，地球历史上磁场已经翻转过几百次，上一次翻转大约发生在78万年前。翻转期间，地球磁场会短暂减弱，南北两极会乱成一团，不再有清晰的方向。这段时间，地球受到的太阳风辐射会明显增加。一次翻转大概要持续几千年，在地质时间尺度上很短，但对当时活着的动物来说，是实实在在的环境变化。你的指南针能指方向，靠的就是地球磁场。要是活在磁场翻转的年代，指南针会直接失灵，指着北的方向可能就是你觉得的南。这种事在地球历史上发生过几百次，只是你没赶上那个时候。我们每天站在这颗星球上，脚下6000公里深处是一个6000度的固态铁球，这个铁球带动着液态外核转出了磁场，把太阳的高能粒子挡在外面，让你能安安稳稳活在地表。不是我们征服了地球，是地球一直在用你根本看不见的方式护着我们。聊到这儿，肯定有人会说，等等，你们这帮科学家搞得这么麻烦，非要在陆地上钻，温度高，压力大，问题一堆，为什么不直接去马里亚纳海沟底部下钻？那里海平面以下已经11公里了，再往下钻不就更快摸到地幔了吗？这个想法我得说，逻辑上真的没毛病，核心思路是对的，科学家也确实这么想过。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思路对吗？因为海洋地壳比大陆地壳薄得多，大陆下的地壳平均厚35到40公里，海洋下的地壳平均只有7公里，薄了将近5倍。所以从海底往下，
只要钻7公里，就能穿透地壳，摸到没货面，而从陆地出发得钻35公里。科学家早就想到了这一点，这正是当年美国没货计划选择在海底钻孔的出发点。往海底钻，路程短，这个思路没错。可马里亚纳海沟这个具体地方有个致命问题，太深了。马里亚纳海沟最深点叫挑战者深渊，水深11034米，超过了11公里。在这个深度，你知道海水压力是多少吗？大约1100个大气压，相当于在你一根手指头那么大的面积上压着1100公斤的重量。普通钻探设备下坠之前，先得扛住这1100个大气压的水压，才谈得上开始钻岩石。目前没有任何商用钻探设备能在这个水深正常工作，因为设备本身就会先被压垮。还有第二个问题，钻杆得有多长？钻探船停在海面上，钻头要先穿过海水到海底，再穿进岩层。11公里，水柱加上7公里岩层，钻杆总长要达到18公里。一根标准5英寸钻杆，每米重约20公斤，18公里就是360吨的钢铁自重，还没算上钻头和其他设备的重量。这360吨的钻杆要从海面上控制，要让它旋转，要保持位置，这本身就是巨大的工程挑战。更麻烦的是，钻探船停在海面上，风浪会让船体横向漂移，船一晃，18公里长的钻杆就跟着弯曲，钻杆一弯就容易折断。这就好比你站在一艘晃个不停的船上，用一根18公里长的细线去穿一枚绣花针，针还悬在水下11公里的地方。你说这怎么操作？所以马里亚纳海沟虽然深，但深到连设备都没法稳定工作，方案就此变得不可行。那科学家实际上在哪里钻呢？他们选了一个更合适的地方，水深3到4公里的海域。那里的地壳同样只有6到7公里厚，水压约300到400个大气压，钻杆总长约10公里。虽然依然极难，但工程上有可操作性。日本专门为这个目标造了一艘科学钻探船，叫地球号，能在水深4公里的海域作业，配备了长达10公里的钻杆系统，是目前人类最接近没货面的工程项目。在印度洋某处，地球号已经把跟没货面的距离缩小到了约 1.5 公里，还没到，但已经近在咫尺。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离没货面最近的一次。所以你看，往海里钻这个思路本身是对的，但一头扎进马里亚纳海沟，只会把自己逼到死角。真正要找的是地壳最薄，同时水深适中，设备扛得住的地方，而不是直接冲着最深的海沟去。近路上往往有收费站，你得付得起那个代价才能走。风景之后，克拉半岛那片地方就慢慢败落了下去，钻探设施被废弃，建筑物年久失修，甚至成了危楼。你要是去查查那地方现在的照片，会发现曾经的钻塔已不在，只剩下一片荒地和一块锈迹斑斑的铁板，静静压着洞口。那现在我们又在做什么呢？地震波成像技术还在不断进步，科学家描绘着地球内部的结构。实验室里有一种金刚石对顶针，制造出地核级别的压力。科学家拿它研究矿物在极端条件下的行为，反推地核深处。日本的地球号钻探船还在海底作业，一点点逼近没货面。你可能要问，为什么不在陆地上再打一口比科拉更深的新井呢？这个问题问得好，可你算算时间和成本，24年才到12公里，要钻到35公里的没货面，那是多少钱，多长的周期，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扛。而且温度这道坎至今没解决，设备撑不住，这个物理约束没有变。走海底路线更现实一些，可你也知道，这些都是间接的手段，是推算，是模拟，他们不是真的走进去，只是在打擦边球罢了。有意思的是，芬兰人在地下做了另一件事，和那口井遥遥呼应。他们在地下500米建了一座核废料库，名字叫昂卡洛。
这座库是为了存放高放射性废料，设计存放期长达10万年。工程师面临的难题不是怎么挖洞，而是怎么警告后人。你怎么去告诉10万年后的人类，这里有危险，千万别挖开。你想想10万年是多长？10万年前人类还在用石器，10万年后的人类不会说今天存在的任何一种语言。你用今天的文字刻在石碑上，写上危险，写上请勿挖掘。可10万年后没人认识这些字，这块石碑就等于白刻了。有人提议种荆棘，有人提议竖起让人恐惧的雕塑，也有人提议干脆什么都不做，把位置彻底保密。可每种方案都有漏洞，荆棘会被砍掉，秘密会被泄露，没有一种方案能保证10万年有效。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定论。昂卡洛预计在几年后开始接收废料，最终封死。和科拉深井如出一辙，压上盖子，希望永远不再被打开。一口封死的科研之井，一座封死的核废料地窖，2块盖子压着2个截然不同的秘密，都在你我脚底下，脚下35公里的漠或面，我们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只能靠地震波去猜。克拉深井钻了24年，然后焊死走人。昂卡洛挖了几十年，装满了封死，希望永远没人再打开。一个是人类主动问出去的问号，一个是人类主动压下去的秘密。那口被焊死的铁板不是终点，它是一个问号，等着被重新打开。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讲的有意思，点个赞告诉我，咱下期见。